色环呢是需要你们背下来的哈。好，那讲到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刚有说过哈，我们的蓝色，跟着我的思路走哈，跟着我的思路走，蓝色加上红色加上黄色等于什么颜色？等于棕色，对不对？蓝红黄三个颜色加在一起等于棕色。刚刚在色环上面有说过。好，根据这个等式，我们来做什么呢？来做这个分析了。那蓝色和红色放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颜色？想一想，刚刚有说过，蓝色和红色会变成什么？紫色。OK， 那紫色再加前面这个黄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它也会变成棕色。OK， 它也会变成棕色。我只是这两个先相加嘛，再加它也会变成棕色。好，那蓝色和黄色先相加，它变成了什么？它变成了绿色。OK， 那绿色再加中间的这个什么？再加中间的这个红色，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棕色。啊，它又变成棕色。好，再来，那红色和黄色先加等于橙色，橙色再加这个蓝色，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棕色，就变成了棕色。OK， 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发廊当中经常说的叫做对冲原理。紫色加黄色变棕色，绿色加红色变棕色，蓝色加橙色变棕色，这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对冲原理。它的原理来自于什么？它是原理来自于蓝红黄加在一起等于棕色，那蓝色和红色加在一起等于紫色，紫色再加黄色等于棕色。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发廊当中的叫做对冲的原理。 OK， 也就是说我们的综合的效果色彩学当中我们就称之为颜色的综合，但是在我们发廊当中染头发叫为什么？叫做对冲对冲。那你们看一下这三个等式，它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什么样的共同点？对冲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三原色，对不对？蓝红黄是不是都是一个三原色和一个三副色产生的？那这个三副色是什么呢？这个三副色就是剩下两个三原色组成出来的这个副色，也就是二次色出现的棕色，明白吗？像是紫色和黄色，绿色和红色，对不对？那绿色是什么？绿色是不是蓝色和黄色出来了？然后再加红色就会 OK。这三个等式就是我们说的对冲的原理。那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人说OK， 老师，我把头发漂浅到8度以上了，我想做一个灰色，对吧？我用灰色的去染，我想让灰色的效果好一点，是不是很多老师要让你往里面加点紫啊？是不是让你加点紫？为什么要加点紫？因为紫色会把你8度以上的底色当中的黄色干嘛？对冲一下，对冲以后就看不到这个黄了。这个时候你的灰色是不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了？明白我意思吗？这个灰色呈来的就会更好了，明白吧？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颜色的对冲的原理，在这个地方。好，我把它擦掉，我再给你们画色环。我不断画呢，意思就让你们加深印象让你们来了解。当然有一些基础的人呢，就一下子就了解了，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刚刚学的，你们就可能会要慢慢的吃透，你们就要更努力的去理解更努力的去理解。好，蓝、红、黄 ，OK， 这里绿，这里紫，这里橙，中间是一个棕色。这个色环，我希望你们就像刺青大家不是做这个发廊的人，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刺青吗？你就像刺青和纹身一样，把它纹在你的脑子里，就把这个色环纹在你们的脑子里。OK，
哪个颜色在哪里啊？哪个颜色在哪里？纹在你们脑子里。OK， 你们看一下，对冲是来自于什么呢？对冲是来自于在这个色环的正中央的对冲，紫色和黄色会产生，红色和绿色会产生，蓝色和橙色会产生对冲，就是我们说的综合会产生综合，能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色环的对角，色环的对角啊，色环的对角会产生对冲的效果啊，会产生对冲的效果。那这个对冲呢，是我们学这个对冲，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学了这个对冲，我什么时候对冲？大家记得，对冲这个知识，不是你把它学到了以后，你在染颜色的时候都能够使用对冲的。不是什么都可以使用对冲的，你不要去瞎整什么东西你都要对冲，好像搞得自己好像很专业一样。对冲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工作当中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不需要的运动的时候是不会选择的。那好，对冲的概念就对冲色的概念，在什么时候会使用？第一个，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底色影响到了，就是底色，我染这个头发底色有点影响 OK，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用人工色素对冲底色的，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哦。我再重说一遍就是用我们的染膏的颜色人工色素对冲底色是用的最多的这个对冲。那另外一种对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调染膏的时候自己对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调染膏，就假如说我们店里没有棕色了，那没有棕色你可不可以调出棕色啊？也可以，但是这个用途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染膏和染膏调在一起会有对冲，对吧？就是染膏人工色素和人工色素在一起，就在染膏里面但是在我们的头发上面，人工色素和人工色素的对冲是要满足条件的，是要满足条件的。我讲到这里是不是有没有点晕晕没有关系，我接下来后面会还给你们详细的讲。对冲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用人工色素染头发，底色影响到了这个效果，我们在这个人工色素里面加入一点点颜色，把底色中和掉对冲掉，让我们这个染发效果出现的更好，这是用的最多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染膏和染膏调配的时候产生对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染膏挤一点我挤点蓝的，我再挤点橙的可不可以产生对冲？可以，它就会变成棕了，就是把这个蓝抵消一下这种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OK。 但是人工色素和人工色素在头发上产生对冲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你的客人昨天来你发廊染了一个全头的红发，全头红发，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他就跟你说哎呦我不喜欢了今天来他就说不喜欢了我不想要这个红色了 OK。 那你说老师给我讲过绿色可以对冲，然后你再用一个绿色的染膏全部染在他红色的头发上，能够把红色对冲掉吗？不能够，不能够，明白我意思吧？这种就不满足人工色素对冲人工色素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够呢？是因为他的头发之前有讲过，头发是不是要有空间呀？头发是要有空间的 OK。 他昨天刚刚染完红色的人工色素，头发里面除了底色的天然色素以外，剩下的全部都是红色的人工色素，是不是整根头发全部都是色素？是不是染满了？对吧？这个时候你拿绿色的人工色素去染行不行？不行，没办法产生对冲没办法产生对冲，因为头发已经染满色素，色素非常饱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法产生对冲。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对冲呢？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头发要有一些空间出来，要有一些空间出来什么意思呢？看一下给你们画一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好，我拿一个红色就以这个为例好了你的这个客人他染了全头的红头发，
这个头发里面它就现在这个女孩子她的头发里面有什么样的有什么色素呢？它是这样子的啊，这面的是天然色素啊，天然色素 ，OK， 这样子啊，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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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然色素，啊，天然色素，啊，这是天然色素，黑色。因为刚刚染完红发，这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红色的人工色素染在上面？哎，它有很多的这些红色的人工色素染在上面。对吧？好，那也就是说，这根头发已经非常饱满的染上去了色素，你再拿绿色的去染，能不能对冲呢？不可以，没办法对冲。那怎么才能产生对冲呢？我们一定要经过什么退浅，用漂粉和双氧退浅。退浅的目的是什么？退浅的目的是要把头发要让出一些空间来啊。当我们在退浅的过程当中，我会不会把天然色素给漂浅啊？会的。在漂浅天然色素的过程当中，哎，是不是会有一些空间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红色或多或少给面子，是不是要掉一点啊？它也会掉一点啊，它也会掉一点，但是不能够全掉。所以针对于这样子的头发，漂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红色你没办法完全漂掉啊，还是有很多红色在里面，可能这个红色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对吧？比较浅了，这个红比较透了。为什么这个红比较透了呢？第一个，你底色比以前更浅了，因为你漂了嘛，改色了嘛，你底色就会怎么样更浅了。那红色呢也或多或少掉出来了，这个时候头发里面是不是让出来了很多空间呀？是不是头发有很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你再选择绿色做在上面，是会产生对冲的，是会产生对冲的。是会产生对冲的，明白吗？啊，它是会产生对冲的。除此之外，是不会产生对冲的。所以，当你要改这个红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怎么样？先要退，至少要把天然色素退出来，或者人工色素退出来一点点。那还有一些红色在上面没有关系，我们可能要选择这个绿色的分量啊。这个选择就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少的。你们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经常去使用。因为你绿色加的多了，染出来就有点发绿了，发冷了。你绿色加少了，对吧？你有可能还达不到这个综合的效果，还有一点点偏红。所以加这个绿色的量也很重要。当然，如果你经常使用的话，那个调好比例啊，比较了解，你是可以达到的，明白我意思吧？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情况下去使用。如果特别多的使用，你们要对自己的染膏的色素量要很了解的情况下才可以去使用，明白吗？这是对冲当中的第三种。第三种在头发上人工色素对冲人工色素，更多的是人工色素对冲底色，好不好 ？OK。